大家好，歡迎收看香港歷史簡本，西方人的記憶，這是我們從簡報出版社獲得的獨家授權。作者雅各布·布萊克伍德。大家可以在亞馬遜書店或者本節目的內容介紹中點擊連結購買此書。介紹：這本書是針對任何想了解更多香港迷人而複雜歷史的人而寫的。從最初的一個小漁村到現在的全球城市地位，這本書涵蓋了塑造香港歷史的關鍵事件、人物和發展。它將概述香港歷史的關鍵方面，並包括對說明塑造這座城市的人物和事件的詳細描述。特別關注香港在英國統治下的殖民時期，以及香港重新轉向中國主權的回歸後時期。這本書還涵蓋了這座城市的各種社會、經濟和文化發展，以及它與中國大陸和世界其他地區的關係。透過這本書，讀者將全面了解香港的歷史，以及香港如何成為今天充滿活力和多元化的城市。香港是一個充滿活力的城市，擁有悠久而迷人的歷史。香港位於珠江三角洲口，幾個世紀以來一直是中國大陸與世界其他地區之間的重要門戶。它既是一個繁華的貿易港口，也是一個重要的軍事前哨，在中國和國際歷史上都發揮着關鍵作用。本章將概述香港的歷史，從最早的起源到現在作為中國特別行政區的地位。一、香港的起源。一個、香港的起源。香港位於中國東南沿海，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城市之一。從最初的一個小漁村開始，它已成為世界貿易和金融的主要樞紐，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城市之一。但香港的歷史是怎樣的？香港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6世紀末，當時中國漁民和商人定居。該地區最初被稱為香港，翻譯為芬芳港，因附近澳門島的商人帶來的香味而得名。幾個世紀以來，該地區一直是連接中國與世界的重要貿易港口。1841年，大英帝國通過簽署《南京條約》，從中國政府手中奪取了香港的控制權。英國於1842年建立了永久定居點，在接下來的一個世紀裡，香港迅速發展成為英國的重要殖民地。該殖民地經歷了一段繁榮穩定的時期，成為主要的貿易港口和世界上最重要的城市之一。1997年，香港在英國統治156年後回歸中國。從那時起，這座城市繼續蓬勃發展，成為主要的國際金融中心和全球領先的城市。今天，香港被稱為一個現代化的宇宙城市，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來這裡工作、參觀和探索。儘管香港歷史悠久、色彩繽紛，但香港仍然是一個充滿活力和不斷變化的城市。二、香港地理。特別行政區位於內地東南沿海，它由4個主要島嶼和一些較小的島嶼組成。最大的島嶼是大嶼山，是國際機場的所在地，也是香港島的人口旅遊目的地。香港屬亞熱帶氣候，夏季溫暖濕潤，冬季溫和潮濕。該地區大部分地區都是山區，陡峭的斜坡創造了美麗而多樣的景觀。該地區還擁有眾多河流和溪流，以及2個大海灣。就其歷史而言，香港從秦朝西元前221年起就是中華帝國的一部分，後來在1842年成為英國殖民地。英國政府隨後乞求開發該地區，到1950年代，它已成為一個繁榮的國際城市。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但在一國兩制原則下獲得了一定程度的自治。這意味着，雖然它是 China 的一部分，但它被允許維持自己獨立的經濟和政治體系。從那時起，香港不斷發展壯大，成為主要的國際金融中心和受歡迎的旅遊目的地。它現在擁有超過700萬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地區之一。香港歷史。香港是東亞最重要的經濟、金融和文化中心之一。它的歷史跨越了幾個世紀，可以追溯到西元前4世紀最早的居住地。這座城市經歷了各種統治和變化，導致其作為中國半自治地區的現代地位。
已知最早的香港居民是短歌人，一個捕魚和航海的人。雷亞最初被稱為香江，意思是芬芳的港灣，指的是它的許多香樹。後來在1700年代後期被英國人改為香港。1841年，英國政府開始對該地區進行殖民，最終在1842年的《南京條約》中割讓給英國。在接下來的一個半世紀裡，香港將繼續處於英國統治之下，成為重要的港口和貿易中心。隨着來自世界各地人們的移民，這座城市的人口也在增長。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人佔領了這座城市，但最終被盟軍趕走了。1997年，香港的控制權移交給中國，該地區成為該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時至今日，香港是一個重要的國際港口和商業、文化和金融中心。它是世界上最繁榮的城市之一，也是東亞一些最重要的金融機構的所在地。憑藉其充滿活力的經濟和豐富的歷史，香港是世界各地人們的主要旅遊目的地。三、前英式香港。在英國人在香港建立業務之前，該地區是各種土著社區的家園，例如漁民和商人的坦克人，以及耕種土地的客家人。香港第一個已知的定居點是外來屠廟，其歷史可以追溯到西元5世紀。在7世紀，香港是海上絲綢之路的一部分，中國商人和商人將該地區作為行動基地。1276年，蒙古人入侵並佔領了該地區。蒙古人被驅逐出中國後，在香港建立了自己的王國，一直持續到1368年。14世紀末，明朝入侵，香港再次成為中國的一部分。在此期間，該地區被用作貿易港口和行政中心。16世紀，葡萄牙人和其他歐洲人開始抵達香港，但直到18世紀，英國人才開始對該地區表現出興趣。1841年，英國簽訂了《南京條約》，最終建立了英國殖民地，最終成為今天的香港。四、早期歷史。香港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殖民前時期，作為一個小漁村。考古證據表明，早在西元前3300年，該地區就首次有人居住。該地區在秦朝西元前221至206年首次被中國人殖民。在此期間，該地區被稱為香江，意思是芬芳的港口。在隨後的幾個世紀裡，香港成為重要的貿易港口，特別是中國茶葉和絲綢。英國東印度公司於1841年在香港建立了一個貿易站，隨着越來越多的歐洲商人到來，這個貿易站的規模慢慢擴大。1842年，作為《南京條約》的一部分，香港正式割讓給大英帝國，香港殖民地得以建立。在殖民時期，香港是大英帝國的重要貿易港口，將它們與中國大陸和世界其他地區連接起來。香港也是大英帝國的主要收入來源，擁有繁華的商業中心、深水港和發達的金融業。然而，香港於1997年回歸中國，成為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特區。從那時起，該市繼續發展成為該地區主要的金融和商業中心。五、中國傳統統治。香港有着悠久而豐富的歷史，這得益於其位於珠江三角洲口的戰略位置，以及靠近中國大陸。在19世紀之前，現在被稱為香港的地區由許多不同的中國朝代連續統治。在現在被稱為香港的地區，中國傳統統治的最早記錄可以追溯到秦朝，西元前221至206年，當時該地區是中華帝國的一部分。它一直是中華帝國的一部分，直到明朝1368至1644滅亡。當時香港被葡萄牙人短暫佔領，然後作為清朝的一部分，1644至1911重新建立。在清朝時期，清政府實施了發展和促進該地區貿易的政策，並加強了對該地區的控制。這包括建造堡壘、瞭望塔和據點，以保護香港免受外國入侵，以及成立中國海關辦公室來監督和監管貿易。
香港在19世紀也經歷了一段增長和發展時期，當時它開始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大量移民和商人，導致外國資本湧入。在19世紀至20世紀初，香港是一個繁榮的貿易港口，被認為是中華帝國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在1898年，清朝在第一次和第二次鴉片戰爭後被迫將該地區割讓給英國，並於1841年宣布該地區為英國直轄殖民地。中國傳統統治香港的時期對塑造該地區的近代歷史和文化具有重要意義。該地區豐富的文化遺產，從中國傳統節日和習俗，到美食、藝術和建築，都反映了中國文化在該地區的長期影響。香港歷史。香港是位於中國南部沿海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行政區。2000多年來，香港一直是重要的港口，其位於南中國海的戰略位置使其成為主要的金融和貿易中心。香港歷史的最早記錄可以追溯到西元前3世紀的秦朝，當時該地區是區域貿易中心。在西元前2世紀的漢代，香港是一個重要的貿易港口。西元16世紀，香港處於明朝控制之下。17世紀後期，香港歸清朝管轄。19世紀中葉，英國人在香港建立了貿易站，該地區很快成為主要的貿易和金融中心。1898年，英國與中國政府簽署了一份為期99年的租約，將香港置於英國統治之下，直到1997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人控制了香港，但在戰後恢復了英國的統治。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在英國租約期滿後，香港確立為中國特別行政區。自權力移交以來，香港已成為一個繁榮的國際金融中心，經濟充滿活力。香港是一些世界上最大的金融機構的所在地，也是製造和出口貨物的主要港口。它也是一個受歡迎的旅遊目的地，其令人驚嘆的 skyline、繁華的街頭市場和世界級的景點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近年，香港已成為全球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區內的強國。它是重要的商業和金融中心，也是通往中國和亞洲其他地區的重要門戶。6. 英國殖民。香港的歷史始於19世紀初，英國商人來到香港。1841年，英國東印地公司獲得了該地區的貿易壟斷權，英國政府很快效仿，大英帝國於1842年佔領了該地區。1843年，英國政府在該地區建立了一個直轄殖民地，後來被稱為香港科洛尼。英國開始將自己的政治和經濟制度引入該地區，包括新的貨幣和司法制度。英國還出台了一套新的法律法規來管理該地區，並在香港建立了一個貿易港口。香港島在1842年的《南京條約》中被正式永久割讓給英國。英國政府於1843年成立了立法會來監督該地區。英國還向該地區引入了基礎設施模式，建設鐵路系統，引入公用事業，並建立警察部隊。在英國統治下，香港成為重要的貿易港口和繁榮的商業中心。這座城市在19世紀後期經歷了快速增長，受到來自中國大陸移民的激增的推動。到20世紀初，香港已成為國際貿易、金融和製造業的主要樞紐。英國一直控制着香港，直到1997年香港移交給中國統治。香港的回歸標誌着英國156年統治的結束和香港新時代的開始。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特區成立於1997年，賦予香港在中國政治體制內更大的自治權。7. 英國統治下的早期香港。在英國統治的早期，香港是一個很小且基本上不發達的城市。英國成立了一個政府，並開始通過建設道路、港口和其他基礎設施來開發該地區。他們還出台了新的法律法規，為香港的現代法律制度奠定了基礎。英國人建立了維多利亞市，這是香港第一個城市，也是該市的第一個區。這座城市是來自中國、印度和世界其他地區的越來越多的移民的家園。
英國人還在香港建立了強大的軍事存在，其中包括香港島的一個堡壘和九龍半島的另一個堡壘。在此期間，英國海軍被用來保護香港及其貿易路線免受海盜和其他威脅。1898年，英國簽訂了第二次北京公約，允許他們將對香港的控制擴展到新界。這標誌着香港現代時代的開始。正是在這段時間裡，這座城市開始迅速擴張和發展。英國時期香港的發展很大程度上是由商貿增長帶動的，吸引了大量定居者和移民到香港。大量湧入的人將香港從一個小漁村變成了一個主要的國際港口和商業樞紐。8. 鴉片戰爭和南京條約。鴉片戰爭和南京條約是香港歷史上的兩件大事。鴉片戰爭是19世紀大英帝國與中國清朝之間發生的一系列衝突，爭奪利潤豐厚的鴉片貿易的控制權。中國政府試圖阻止鴉片從印度湧入中國，但英國拒絕了，並努力保持鴉片貿易的進行。經過多年的衝突，1842年簽訂了南京條約，確立了香港作為英國的殖民地。這場戰爭對中國來說是毀滅性的，導致大量領土的喪失。英國人控制了香港。該條約是兩國之間最早的不平等條約之一，因此它開創了中國與其他西方國家之間進一步不平等條約的先例，例如天津條約。南京條約還賦予英國對香港財政和對外貿易的控制權，這讓英國人得以將這座曾經與世隔絕的城市向世界開放，最終導致其轉型為世界主要城市和重要的金融中心。此外，該條約還賦予英國治外法權，使他們能夠在不受中國政府干涉的情況下管理這座城市。鴉片戰爭和南京條約不僅對香港的歷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而且對中國的歷史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導致兩國之間長期的不信任和怨恨。不平等條約也提醒人們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被削弱，並為1911年的中國革命奠定了基礎，結束了帝國統治，迎來了政治改革時期。9. 香港擴張。國際城市的擴張始於19世紀初，當時英國開始與中國進行貿易。英國對香港的殖民統治始於1841年，一直持續到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統治。在整個19世紀，隨着外國企業和商人開始利用其戰略位置和港口，香港經濟穩步增長。它最終成為一個重要的國際港口城市，人口迅速增長，從一個小漁村到一個主要的貿易中心。20世紀初，隨着基建、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香港繼續擴張。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香港成為區內主要的製造業中心和主要金融中心。1950年代，其人口飆升至700多萬，使其成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香港的發展持續了20世紀，2018年港珠澳大橋的開通進一步推動了香港與中國大陸的開通。這座新橋進一步鞏固了香港作為主要國際城市的地位，成為連接東西方的橋樑。時至今日，香港仍然是一個充滿活力和活力的城市，人口約750萬，是全球第4大人口城市。它也是蓬勃發展的商業部門和充滿活力的文化景觀的所在地。它繼續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企業、遊客和投資者，使其成為世界上最重要的城市之一。10. 亞洲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在亞洲是1937年至1945年發生的一場重大衝突。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更大的全球衝突的一部分，盟軍與日本、德國和意大利的軸心國作戰。亞洲的戰爭主要在中國大陸、在太平洋、在印度洋。中國大陸經歷了戰爭期間最激烈的戰鬥，日本軍隊在1937年發動了全面入侵。中國人最初進行了激烈的反擊，但最終被日本人壓倒。中國政府遷往內地，在重慶組建新政府。中國軍隊得到了美國和英國的一些支援，但未能扭轉戰局。1941年，日本也從英國手中吞併了香港。到1943年，戰爭的潮流開始轉向有利於盟軍。在太平洋，
盟軍成功地擊退了日本軍隊。在中國，中國國民黨開始在對抗日本人方面取得進展。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結束了亞洲戰爭。香港是戰爭期間被日本佔領的領土之一。1945年，日本投降後，英國重新控制了該領土，並於1946年正式回歸英國控制。這座城市在戰爭期間遭受了廣泛的破壞，但英國人很快開始重建它。這場戰爭對香港人民產生了重大影響，許多人被殺害或流離失所，經濟一片廢墟。戰爭還導致大量移民湧入這座城市，因為人們逃離中國大陸尋求庇護。到1960年代，該市的人口從60萬增長到200多萬，使其成為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城市之一。儘管困難重重，香港在戰爭中崛起，成為一個比以前更加繁榮和現代化的城市。它成為重要的貿易港口和製造中心，以及國際金融中心。從那時起，這座城市不斷發展壯大，成為全球經濟的主要參與者。11. 日本入侵香港。香港始於1941年12月8日，當時日本帝國軍隊對英國直轄殖民地和新成立的日本傀儡國家香港帝國的盟軍發動了進攻。日軍迅速壓倒了盟軍駐軍，經過短暫的戰鬥後，他們被迫投降。自1937年入侵以來，日本人佔領了中國大陸大部分地區，迅速佔領了這座城市，開始了一段持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軍事佔領和統治時期。在日本佔領期間，香港人民在惡劣的條件下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平民傷亡慘重。1941年12月8日，日軍從位於中國廣東香港北部的機場開始進攻。日本在轟炸機和戰鬥機的帶領下發動的襲擊成功地破壞了停靠在香港港口的皇家海軍船隻，並摧毀了該市的幾個防禦設施。到12月11日，盟軍在火力和寡不敵眾的情況下別無選擇，只能投降。經過3天的激烈戰鬥，香港落入日軍之手，英軍被迫投降。日本對香港的佔領一直持續到194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在此期間，日本人實施了嚴厲的法規，包括宵禁、審查制度和強迫勞動。數以千計的人在佔領期間被殺或失蹤，而民眾則忍受着嚴重的糧食短缺和缺乏醫療服務。日本對香港的佔領結束了，日本人同意在廣島和長崎原子彈爆炸後向盟軍投降。1945年8月16日，香港正式解放，英國恢復對香港的控制權。12. 香港之戰。香港戰役於1941年12月8日至1941年12月25日進行，是太平洋戰爭中最早的戰役之一。這場戰役導致英聯邦軍隊在人數和火力上被日軍擊敗，使英國殖民地更加超越了日本人。這場戰鬥始於1941年12月7日日本帝國海軍襲擊珍珠港後。這次襲擊使美國捲入戰爭，引發了一系列事件。日本軍隊向南和向東移動，意圖征服新加坡和香港的英國殖民地。1941年12月8日，山下智之將軍率領的日軍在九龍登陸時，由克里斯托弗·馬略特比少將率領的英聯邦軍隊在人數和火力上都大大超過。孤立的英加軍隊只駐紮了幾個月，發現自己保衛着一個防禦不足且缺乏堅固防禦的殖民地。日軍部隊使用步兵和裝甲部隊的組合，成功地將英國和英聯邦軍隊從九龍和新界擊退。隨後，日軍對香港島發動全面進攻，日軍傷亡慘重。然而，日本軍隊最終迫使英軍在1941年耶誕節彈藥耗盡時投降。香港戰役是太平洋戰爭中第一次重大衝突，英聯邦軍隊傷亡超過2000人，日本軍隊傷亡超過5000人。英國殖民地及其公民隨後遭受殘酷的佔領，一直持續到1945年解放。13. 戰後香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標誌着香港的轉捩點。1945年，英國人回到了1941年至1945年被日本佔領的前殖民地。日本人把這座城市變成了廢墟，英國人不得不從頭開始重建香港。
政府迅速着手重建治安，並為香港人民提供基本服務。與此同時，英國人開始鼓勵在殖民地形成資本主義經濟。為此，他們取消了對外國投資的限制，並鼓勵私營企業的發展。在這個經濟快速增長的時期，出現了一類新的企業家，他們投資於紡織和房地產開發等行業。1950年代初，香港開始成為重要的金融中心，匯豐銀行、渣打銀行等公司開始在香港開設分行，多家銀行也開始將香港作為通往中國的門戶。該市還成為黃金和白銀等商品國際貿易的中心。在1960年代，英國開始實施經濟改革，使經濟更加自由。這些改革為殖民地以外的投資打開了大門，香港很快成為外國投資的中心。到1970年代，這座城市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經濟體之一，並已成為亞洲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1980年代末冷戰的結束標誌着香港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1997年，英國將殖民地的主權移交給中國，香港成為中國特別行政區 SAR。過渡非常順利，香港仍然是該地區主要的金融和貿易中心。14. 社會和經濟重建。香港有着悠久而迷人的歷史，其歷史可以追溯到它被稱為現代大都市之前。數千年來，該地區一直由坦卡人居住，直到19世紀被英國人接管。從那時起，直到1997年回歸中國，香港經歷了一段巨大的社會和經濟重建時期，永久地改變了國家的面貌。回歸前，英國殖民時代見證了香港從一個小漁村轉變為主要的國際貿易中心。在整個19世紀，該地區吸引了來自中國大陸以及世界其他地區的移民浪潮，這有助於其日益增長的經濟繁榮。在此期間，英國還大力投資基礎設施專案，如香港暨貓頭鷹鐵路，進一步促進了貿易和旅行。20世紀初，大蕭條嚴重打擊了該地區，造成了廣泛的經濟和社會混亂。在這場危機之後，新一輪的工業化浪潮席捲了河港，政府開始投資一系列基礎設施專案，例如建設地鐵。這為經濟增長的新時代鋪平了道路，並使該市成為主要的金融中心。戰後重建的後期，香港也成為製造業和服務業的樞紐，政府開始投資發展港口設施，建立新產業和提升其商業潛力。到1970年代中期，該市已成為國際貿易中心，並已成為世界主要金融中心之一。然而，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隨着中國政府開始對主權投資和進口施加限制，該市的經濟增長停滯不前。儘管如此，該地區仍設法保持了其作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1997年移交給中國，標誌着該國增長和轉型新時代的開始。今天，香港是一個重要的區域金融中心，也是一些世界領先金融機構的所在地。這座城市的經濟成功也吸引了許多跨國公司，這有助於其成為世界上充滿活力和活力的大都市之一。結論：香港的歷史是巨變和成長的歷史之一。香港從一個小漁村開始，已經發展成為一個充滿活力的現代化大都市。其豐富的歷史受到各種影響，從中國文化到英國殖民主義，再到最近轉變為中國特別行政區。這種豐富的歷史反映在其建築、文化、經濟和政治中。隨着香港不斷發展，很明顯，其迷人的歷史將繼續在塑造這個獨特城市的未來方面發揮重要作用。謝謝你的收看。